大家晚上好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To be or not to be。我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人类的起源可能有3种假说。第一类称为达尔文进化论，那么第2类神造论，第3类是外星人制造论。OK， 我的确不敢说人类是外星人制造的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电子商务这个领域，有那么一批人，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跟我们常人完全不同。那么我们互联网里面的人呢，业界称之为互联网里的外星人。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我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，其实这些外星人正在悄悄地创造我们的未来。我们来先看一下，在过去的几年，这些互联网里的外星人做了哪些事情。从2006年到2012年这几年，我国在线零售总额由258亿上涨到了1.259万亿。1.259万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如果按照2012年社会整个的零售总额来说，它占到了6.1%。在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，2010年的第6次人口普查，中国现有的人口大约在13.7亿人，那么网民在2012年呢只有5.64亿人，真正的完成了在线交易的用户呢只有2.42亿人，也就是说，占我国总人口17.7%的人口呢，仅仅是通过互联网就为我国的在线零售全社会的零售总额呢贡献了6.1%。其实这个数据呢，对于我们的很多传统企业来说是足以震撼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去的电子商务第一波冲击中呢，有3C 的大卖场、书店还有母婴连锁，实际上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。他们的电子商务的渗透率呢，已经超过了20%。那么对于百货商店、家电连锁这一类的行业呢，受到了一定的冲击。它目前的渗透率呢，在电子商务渗透率在10%到20%，这个还可以。那么到第3类呢，可能受到的冲击就有限了，包括我们看到的家居建材市场、药店、连锁超市、大卖场、酒类连锁、菜市场、金店这一类呢，电子商务的覆盖率呢，基本上在1%到10%之间，所以他们的日子还可以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回顾一下，原来有一些人头攒动的场所，比如说手机的卖场，比如说书店，比如说还有这种婴童的连锁。那么现在呢，不能说门可罗雀，但是也冷清了很多。其实对于互联网的第一波冲击呢，还有很多的行业企业对它无所谓，置若罔闻，或者说不屑一顾。那么这些行业呢，集中在哪里呢？可能是在房地产行业，也许是在金融领域。不过近几个月我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说银行的这些从业人员呢，已经坐不稳了，心里面开始没底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里巴巴、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已经进入到互联网的金融业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，除了它传统的支付宝业务以外，它前几个月推出来的余额宝，使得整个银行业呢炒得沸沸扬扬的。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以外，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杀手锏，比如说虚拟信用卡，这是一种典型的银行业务。还有什么呢？最近在申请的阿里银行，这是用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的话来讲，如果传统银行不改变，阿里将消灭你们。阿里巴巴的金融板块还有比如说众安在线保险公司，比如说还有小微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这一类的金融产品。在9月18号，我又看到了一则新闻，阿里巴巴的2只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呢，在深交所上市了。这个 ABS 业务呢，又走到了我们传统银行的前列。除了阿里巴巴，我们的苏宁、我们的腾讯也在申请传统的银行牌照，还有京东、还有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呢，也纷纷介入了互联网金融领域。其实近2年的情况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，互联网里的这些外星人已经
不拘泥于虚拟世界，他们已经向传统制造业发起了挑战。比如说，有这么一家公司叫小米科技，它用3年的时间，仅仅是靠做手机、做做电视机顶盒、做电视，就做到了100个亿美金的估值。那么，其实不仅小米在做这些，还有叫苏宁的，还有叫乐视 TV 的，还有叫阿里巴巴的，都在做这些硬件产品。其实他们的背后呢，有一个更深远的目的，是占领一切未来的互联网流量入口。在美国还有那么一家公司叫做特斯拉，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朋友听说过。在2013年的9月19号晚11点，特斯拉这一家制造互联网汽车的公司呢，它的股价是177.7美元，而同样处在汽车行业、传统汽车行业的1903年诞生的福特汽车呢，当天的股价是17.7美元。其实我很庆幸，在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这么疯狂的外星人在向传统行业下手，所以我们的国产汽车还能喊出我们分分钟能造出特斯拉这样的产品。这种豪言壮语，我只能说我在精神上支持他们。对于互联网的第2波冲击，或者我们称之为电子商务的第2波冲击，从目前我的观察，可能会在日常的生活领域给我们的传统行业迎头痛击。比如说吧，我个人一直认为女性是一种体能超强的人类群体，因为陪着她们逛街的确是非常自虐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每一次我陪我的女朋友去逛街呢，我就会发现，基本上就是筋疲力尽、饥肠辘辘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完全可以拿出来微信，拿起你的手机，打开微信，然后点击加号，输入你的位置，附近好吃的饭馆就会展现出来。吃完饭了以后，我发现现在物价上涨得非常快，那么我口袋里的现金已经不能支付这次的账单。OK， 还是拿出微信，对着账单上的2维码扫描一下，我的信用卡就完成了买单。那么吃完饭，我们家女主子可能还觉得想吃点甜品 ，OK， 出门右转那家蛋糕店，它提供电子优惠券5元的。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，能便宜5块钱是5块钱吧。还有，我觉得这家蛋糕店蛮不错的，我准备分享给我的室友。通过微信，我分享给他，推荐给他，我还可以得到这家蛋糕店的积分。出门继续逛街，我看到一家旅行社推出了打飞机游戏前3名送新马泰双飞7日游。其实我还是信誓旦旦的要为我们家女主子赢得这一次大奖，所以我们家女主子表示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按照惯例呢，每天我回家都必须做饭，我相信你们懂的，在座各位男性。那么回家的之前呢，我会去超市购买我的素材。突然我发现，拿出我的手机，拿出我的微信，去对它的条形码进行一下扫描，我们发现这串葡萄叫做沪泰8号，它的产地是陕西西安户县草堂寺西侧的葡萄研究所，采摘日期是2013年9月18号。其实未来的食品安全也许能通过移动互联网来解决。好，回到家之前呢，我就发现走在路上，某一家化妆品品牌送给我们家女主人呢一张试用装面膜。她回来以后试用，发现这个面膜的确符合她的要求，扔过来一张2维码，告诉我以后家里的面膜就买它了，我给你2维码了，从此以后打折是买2维码买这样的一个面膜呢，你可以享受7折。我能说什么呢？谢主隆恩呗。其实我说了那么多微信啊，并不是说微信就是未来的互联网的方向。那么我看到其实易信也可以做到这一点，那么百度也能做到这一点。我的确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。有人说移动互联网的未来，或者说电子商务的第2波的这个趋势呢，是在移动互联网上。用我的感觉来说，
这不是趋势，这是现实，现在发生的现实。我们看一下2012年智能手机用户应用的场所的变化。以前我们使用互联网都会站在坐在电脑跟前，因为我们离不开 PC， 离不开 Internet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发现除了在室内使用智能手机以外，他们还会在工位、在教室里面去使用他的手机，他们还会在公交、地铁、出租车里面使用他的手机。那么，其实令我表示很有同感，或者说很同情的一点，他们还会在厕所里面使用智能手机。其实这些应用场景的丰富，也是我们在线状态的丰富。那么电子商务的未来呢，它会超越时间和地点。那么从2012年手机支付的主要类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用户表示他们在实体物品当中使用过手机支付，还有日常的生活消费，还有票务，还有酒店、餐厅的预订等等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移动互联网商业化，或者是说移动互联网的电子商务，并不是遥远的未来，并不是趋势，它是现在发生的现实。我们看到2012年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完成在线交易的用户群体中，人均购物额是1474元，虽然它还比不上5203元这样的一个整体购物规模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，在一战的时期呢，空军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，对战局无关痛痒的一支力量，而今天呢？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互联网的第二波冲击呢，它的主要的对象是图上所示的百货商店、家电连锁。当然，过去的第一波冲击中，日子过得还算比较逍遥的一些行业，比如说家居建材行业，比如说药店，比如说大卖场，还有菜市场、金店这样的行业呢，可能都是未来我们电子商务第二波冲击的重点的对象。我们看到电子商务的第二波冲击，我现在根据我认识到的智能手机这样的网络带来的变化，我可以看到，首先呢，第二波冲击呢是客户体验的提升，然后呢是服务链条的变化与整合，还有一点其实对我们意义非凡的是说，在线下数据支撑的营销模式的变化。也许这种模式的变化对于我们传统的广告业和日常生活服务业呢，会产生比较重大的一些业态的影响。还有什么？比如说技术支撑下的商业模式的转化，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将来移动互联网真正的革命性的产品，或者革命性的商业模式、革命性的变革，还会逼得我们一些传统电子商务呢，根据用户行为的变化。而产生一些电子商务的优化升级，比如说在电子商务在过去的互联网中呢，我们使用 PC 的时间逐渐增长，而使用电视的时间呢逐渐下降。由于智能手机的出现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，我们发现，在大约有35%的用户是在边看电视边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，所以这种行为的变化，可能对于传统电子商务来说，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的根据。当然，我说的这一切呢，只是说根据目前我认识到的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第二波冲击。那么还有一些，肯定还有一些我没有认识到的，比如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也许健康服务产业它的发展呢，会有一些颠覆性的革命。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带着智能手机，那么我今天的脉搏，此时此地的脉搏数据、血压数据，可能都能传到远程的服务器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来分析可能我在此时此地心率有些不齐。心率为什么不齐呢？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紧张，而是今天看到了许多的美女。那么这种数据的变化，会不会给我们的一些服务业带来一些启发呢？我想我们拭目以待。还有一些产品，比如说 Google 眼镜 ，Google 眼镜的出现会对我们的传统的广告业、传统的服务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
总的来说，电子商务的第二波冲击呢，对于传统的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型的家居连锁超市、KA 卖场来说呢，第一波冲击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么这些过去活得很好的企业，在不久将到来的电子商务的第二波冲击中，是否能够幸存下来？我想，对于传统企业来说，拥抱变化，或者是在保守守旧中慢慢的消亡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to be or not to be。谢谢大家。